路人耀，我们第一次来到新的场地啊，有没有需要场勘了解一下什么？啊，场勘哦，我跟你讲，真正的生存游戏玩家是不需要场勘的啦，干嘛场勘？跟着我走，我会保护你。恰克，好的。路人耀，你不是有丛林迷彩吗？对呀，这里是丛林场地，你怎么穿城市迷彩？这个，路人耀，你确定这条路线是对的吗？我怎么看都觉得这里像死路一条哎呦，没这种事啦，跟着我走就对了啦，相信我。路人耀，你没事吧？路人耀，你是根本就不知道掩体在哪里呀？对啊。对，就跟你说要场勘了，你还在那边给我逞英雄，现在打成这样子，哩哩当啷，我觉得超丢脸的。请问大家每次到新的生存游戏场地，是否都会在下场之前花时间进行场勘呢？当然要先进行场勘喽，否则在进行生存游戏的时候，会很容易跟路人耀一样，一直遇到许多 NG 状况，闹出笑话。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卡达班生存游戏频道。这次的影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面对初来乍到的生存游戏场地，在进行场勘时，到底要留意哪些小细节？Kiwi， 你刚刚跟路人耀打了一场没有场勘的生存游戏，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想要怎么进行场勘啊？我会先详细的了解现场的环境，然后根据不同的环境形态下去穿着合适的迷彩服。回答得非常好，确实，生存游戏的场地环境会影响各式迷彩服的伪装效果。如果不事先进行场勘，考虑场地环境的特征，随便穿着衣物，运气好，或许还勉强可以利用场地阴暗处进行躲藏。但运气不好，则无法发挥迷彩服的伪装效果，进而泄露自己的踪迹，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即使无法提前对游戏场地进行场勘，你也应该试着去推测穿着哪种迷彩服才会是最适合游戏场地的。这样做将有助于提高你在游戏中获胜的机会哦。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找到最适合我的迷彩服啊？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如果各位观众还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的话，欢迎回头看看这支影片，考古复习一下。详细的连接网址就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面哦。阿耀，那除了要留意场地的环境类型以外，那在场勘的时候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啊？首先，那肯定是要去留意场地的格局大小喽。为什么？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哦。生存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一种资讯战。一般而言，如果在游戏开始之前，能对场地格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多或少能减少你在对战过程中与主队资讯不对称的落差，进而提高获胜的几率。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游戏对战的过程中，那些能掌握更多资讯的一方，通常会具有较高的胜率，他们会知道更多的进攻路线以及最佳的防守策略。不过，这边所说的资讯，并不包含阵亡玩家所提供的观落阴情报哦，那是作弊的手段，大家千万不要乱学啊！可是刚刚路人耀跟我说，可以一边游玩，一边摸索场地的格局，而且他说下场的次数越多，就可以更加熟悉场地的格局。那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啊？你不要听他那边胡扯。虽然这种一边游玩一边场勘的方式不是不行，随着作战次数的增加，确实能够慢慢熟悉场地的格局，但是在高压的对战过程中，想要一次记住所有场地的细节资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会变成用时间去换取经验，通过多次参与游戏作战，才能逐渐熟悉场地的格局。此外，由于经验不足，在游戏初期，你很可能会一直打酱油，难以为团队做出实际的贡献。与其如此，
我们建议大家不如利用空闲的时间去绘制场地内部的平面图，仔细记录每一处的格局特点，并反复仔细研究，探索任何可能善加应用的进攻路线或良好的防守位置。这样做，你应该很快就能够熟悉游戏场地的作战格局。阿耀，刚刚听你讲完，我突然想起来，刚刚路人耀在带我打生存游戏的时候，有踩到香蕉皮的状况，我们是不是要同时留意危险的事物啊？确实，这个是场勘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旦发现任何潜在危险的事物，像是铁钉、坑洞、香蕉皮或是路人药，除了通知场地负责人以及现场所有玩家要小心留意之外，如果可以，就顺手将潜在危险的事物进行排除。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带我去哪里？放开我！放开我！你可以将它们移至没有人会经过的地方，或是使用木板等其他物品将它们隔开，以免其他玩家在游戏过程中遭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真的是你们以为我很好欺负我，信不信？等一下我想要报警，是霸凌我，我好欺负。等一下，那如果危险的事物无法被排除呢？简单啦！既然这些危险的物品无法被排除，那就提醒大家在游玩的时候要远离这些危险的事物，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作战。此外，切勿使用这些危险物品来设置陷阱，干扰对手，获得对战中的优势。生存游戏只是一项优质的休闲活动，并非是真实的战争。没有玩家希望在游戏过程中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前往医院过夜。一旦制作任何可对玩家造成致命伤害的陷阱，都会引起法律问题，需要承担起相关的法律责任哦。两位大哥，兵不厌诈嘛，这就是战争啊！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带我去哪里？放开我！你们到底要带我去哪里？你们干什么？放我进去！我只想打生存游戏，为什么都要针对我？等你哪天不危害生存游戏玩家的时候，你再给我进来。你先回家反省反省。你们这群损友！Kiwi， 等一下，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场勘的事情，你觉得在场勘上面还有什么小细节是我们遗漏的？刚刚路人耀有把我带到一个空空荡荡的地方，完全没有掩体。那在场勘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掩体啊？回答得非常好。不过这边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观众，这边所指的掩体不仅是包含常见的木头砧板、水泥墙壁、废弃家具等等人工掩体，像是小树丛、草堆、土堆、石块、树木等等天然掩体，以及场地内的亮处和暗处，也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这又是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建议，是因为场地中有些掩体的转角处很容易成为敌人埋伏的地点，而且这些位置经常会存在一些比腰部还低的掩体。这个掩体看起来很危险，非常容易被埋伏，等一下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如果没有事先进行场勘，贸然通过这些区域，很容易遭受到敌人的攻击。相反的，若事先有先进行场勘，你就能提前采取适当的应对方式，谨慎处理这些区域，增加敌人埋伏的困难度。此外，你也可以透过变换自身的作战位置，使视线范围内的掩体重叠在一起，进而扩大掩体的有效遮蔽面积，帮助自己在对战中取得优势，拓展团队的攻击火线，或安全地撤退至暗处，以及任何符合迷彩服保护色的环境下埋伏敌人或等待队友的支援。那具体上应该怎么执行啊？老样子。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如果各位观众还有兴趣想深入了解的话，同样可以回头看看这支影片，考古复习一下。详细的连接网址就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面哦。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愿意将影片看到这里。
你们的支持与订阅是我们制作影片的最大动力。对了，阿耀，话说回来，那在场刊生存游戏的环境过程，有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呢？有啊，就以野外丛林场地为例子好了。如果你在初次场刊之后，故意拖了好几个月才过去玩，由于杂草树木都不断的在生长，场地的掩体格局会有所改变，导致你会需要再次进行场刊。相反的，室内场地和野外建筑场地变化就不太明显，但它的格局大小和房间分布会增加初次场刊的复杂度。场地格局越大，你越无法快速熟悉场地格局，会需要多次进行场刊才能完全掌握。不过我们这边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不论去到哪个生存游戏场地游玩，一定要多多使用环保 BB 弹。然后在离开生存游戏场地的时候，也记得一定要把垃圾带走，不要乱丢垃圾。同时，也不要乱停车，造成周边住户的困扰。大家都是生存游戏圈的一份子，请务必要记得遵守这些最基本的规则哦。Kiwi， 那你知道在场刊的时候，除了要去注意场地格局大小以及绘制平面图之外，留意场地的边界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吗？怎么说呢？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你是会需要独立作战的。若不幸遭遇到多名敌人的包围或者是围剿，你是可以利用场地的边界，迫使敌人从相同的角度来对付你，降低被包夹的可能呢。听起来很厉害耶，你赶快示范一下啦。关于这部分的内容，碍于影片时间长度的限制，我们日后会再另外制作一集影片来详细介绍。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先录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影片。老样子，在影片结束之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或者可以点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频道可以走得更长远。最后，也特别感谢 JGW 丛林战场提供场地，让我们进行拍摄。我是阿耀，我是 Kiwi，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Ice cream, bring that ice, boy. Walk in, know that side, yeah. They can't tell me why. Word, I don't even need no lies. Ayy, got my own little spot. Ayy, look me in my eyes, yeah. All your dreams gon' die. Word, same old day with the same old flow.